在美国买房子必看的就是首付到底什么时候付，定金和首付别再搞混了。第一次在美国买房子，不少人都会卡在钱的环节。首付到底要准备多少钱呢？什么时候交首付呢？报价的时候就得拿出全部的首付吗？尤其是定金和首付常常被混为一谈。我们来帮您理清买房子的时候付款的关键节点。首先，报价的时候是不用付首付的，但是要准备定金。很多买家以为一出价就要掏几十万的首付，其实完全不用。当你看中房子，提交购买协议的时候，需要支付的是定金。这笔钱的核心作用是向卖家证明你是认真的买家，相当于交易的诚意保证金。定金的金额通常是总房款的1%到2%，不过也有灵活的情况，比如说在竞争不激烈的市场，500到$1000可能就够了。但是如果是遇到了抢房大战，多付定金能大大的提升报价吸引力。身边有位朋友在买房的时候，比对手多交了5%的定金，最终成功的拿下了心仪的房源。具体的金额建议提前和房产经纪人沟通，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。搞懂了定金，我们再来确定一下首付的真面目。首付是贷款方，比如银行，要求你支付的购房的款项和定金是两码事，它的金额不是固定的，主要和贷款类型、买家身份有关。美国人买房通常首付比例在10%到20%，银行会通过信用分数、收入稳定性、工作年限等等维度评估贷款的资格。而外国人在美国买房子，首付的比例会更高，一般需要40%到50%的首付，贷款的额度大概在50%到60%。不同的银行的利率和申请的要求差异较大，建议多对比几家。那首付到底什么时候交呢？关键节点是过户前，在你提交报价、支付定金以后，会进入房屋的检查、贷款审批等流程，等所有的环节都完成了，临近过户时，再将首付足额支付到指定的第三方托管账户。也就是说，从报价到过户的1到2个月内，你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首付的资金，不用一开始就压力山大。对于美国人来说，首付20%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他们通常会用这些方法来凑首付。最常见的就是卖掉旧房子，然后再买新房子。卖旧买新，先卖掉当前住房换取资金，但是这样会面临过度住房的问题，通常会和买家协商过户后多住几周。还有一种就是借养老金，从退休资金当中临时借款，等卖房或者是资金周转开后再还回去。不过借款的额度是有限制的，而且要咨询退休计划主管机构，避免违规受罚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定金和首付虽然都是购房的支出，但是用途和支付的时间完全不同，千万别混淆了。提前理清楚这些节点，准备好资金，才能让买房的流程更顺畅。如果还有贷款或者是付款细节的疑问，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的经纪人或者是贷款顾问。毕竟买房是一件大事情，每一步都要稳扎稳打。房地产一方面是房产，一方面也是在投资财富，另一方面也能做到传承目的。财富是投资智慧，
和好的财富管理文化能够传承下去，是代代兴旺的方式。为美国境内外高净值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高效服务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，请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订阅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。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房地产。在中国，很多人习惯了买房就等着升值，但是在美国，市场更注重的是现金流。美国房地产的持有成本较高，负现金流的风险更大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正向的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的考量。房地产投资长期看人口，中期看土地，短期看金融。关于美国地产，最核心的事情永远都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，这与供需没有直接关系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